欢迎回到壁画太多助眠故事。今晚我们要聊一个非常东汉、非常微妙、非常宫斗的故事。咱们要从一场失控的遗诏讲起，一步步深入东汉末年的信任游戏，看看一个王朝如何被一句话搅乱，最终引爆皇权危机。在你准备放松之前，先点个赞，点下订阅吧，这样我就会知道你也喜欢深夜历史八卦局，更需要你送出 Hype 积分来支持我的创作。感谢你每晚的陪伴，也欢迎你在留言区告诉我你来自哪个城市和此刻的时间，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准备在一段故事中慢慢迎来深度睡眠？现在请直接把灯关掉，一起进入今晚的故事。那一年是公元189年，东汉的天子刘宏，也就是汉灵帝，病得不轻。他窝在未央宫的内殿里，气若游丝，望着帷帐外晃动的烛光，眼里没太多留恋。他这一生说不上暴君，但绝非明主。他宠宦官，卖官职，爱修园林，也曾打算重用过几个忠臣，结果不是被排挤，就是被宦官干掉。他知道自己要走了，却迟迟不肯下定决心立谁为太子。刘辩和刘协是他两个儿子，一个长子，一个幼子。按照传统，自然是立长不立幼。刘辩当太子似乎顺理成章，可是问题恰恰出在这个似乎上。朝廷里的人谁都等着那份诏书，可天子却迟迟没下，就连病榻前伺候的宦官们都觉得不对劲。天子是想等谁开口，还是在等某个更合适的人选？刘辩出身贵族，母亲是何皇后，也就是何进的妹妹。何进是外戚出身，掌兵大将军，朝中权重无两。表面上看，刘辩背靠的是整个何氏集团，一旦登基，整个天下就是何家的后花园。但偏偏汉灵帝对刘辩有点不太满意。传闻里说他性情柔弱，言多失仪。简单点讲，就是小孩不太机灵，说话经常踩雷，偏偏还容易哭鼻子，不像个天子样。刘协就不同了，他是王美人所生，虽然出身不如刘辩显赫，但聪明伶俐，沉稳冷静。据说连病重的汉灵帝看到他时都会多看几眼。问题是他是幼子，母亲又不是皇后，立他名不正言不顺。于是这位风中残烛的天子就在犹豫、试探、等待之中慢慢耗光了气力。直到某一天，他叫来几个最亲信的宦官，含糊地说了几个字：立、刘，语气低到几乎听不清。这时候问题来了，他说的是刘辩还是刘协？宫中谁也不敢确认，谁也不敢重复。于是这句话成了整个东汉末年最大的谜团。这句话被记录进了史册，被流传进了洛阳城的每个官署、每户人家，甚至酒肆茶馆都在传。天子到底说的是哪个？有点像今天的官方回应模糊话术，一时激起千层浪。结果东宫迟迟没有动静，反倒是朝堂开始蠢蠢欲动。何进急了，他身为大将军，必须要保证刘辩的地位，于是立刻联络亲信，调动军队，暗中布置，准备万一天子选错了人，就用兵权把局势掰正。而宦官集团呢，他们靠着汉灵帝的宠幸盘踞多年，刘辩一旦上位，何进权倾朝野，他们就要完蛋了。他们开始反击，也动用手中隐藏的筹码，传话、串联、制造舆论、封锁消息。宫廷里简直像极了今天的权谋谍战剧，只不过主角全是阉人、贵人、宫女、内侍，而不是那些在外披甲上阵的大英雄。这时候整个洛阳的氛围就变了，
宫门口多了兵士巡逻，城中谣言四起，甚至有胆子大的官吏开始私下询问，究竟哪位殿下是皇储？甚至有些人干脆请辞，表示自己不愿卷入这场宫廷漩涡。而在未央宫内，刘辩和刘协也感受到微妙的张力。刘辩开始变得沉默，不再像以前那样在御花园里胡闹，也不再和小宦官们开玩笑。他知道自己即将登场，但也可能是被推上去送命。刘协则更安静，几乎足不出户。据说他那时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在屏风后听工人说话。很难说这算不算一种被动收集情报，但从历史结果看，他确实什么都听进去了，什么都记住了。汉灵帝的病情恶化到极点那天，宫中灯火通明，宦官集团紧急行动，把宫门锁死，不准任何大臣进入。几个亲信宦官围在病榻前，把皇帝最后一口气硬生生听成了一句“立刘协为太子”。是不是原话没人知道，但这句话很快被写进了一份密诏，用快马传给何进。何进看到密诏，气得当场砸了案几。他知道自己如果不出手，那何氏这条船就要沉。他也明白宦官已经动手了，问题是他来不及反击。宫门分死，天子驾崩，宦官宣布新太子刘协将即皇位。但问题是，外界根本还没看到刘协到底在哪，他像凭空冒出来的一样，成了储君。这就是东汉版的假太子事件初步形成的瞬间。所有人都知道问题大了，没有公开册立仪式，没有太子辅佐官，没有金册玉印，甚至没有对外宣告，就只是宦官说了他是。结果刘协就变成了未来的皇帝。宫廷大门外，何进急得团团转，派兵围攻，却被告知天子已崩，遗诏在此。何进明白，这是一场信任博弈，宫中要让天下相信宦官说的是实情，宫外要让天下明白这是一场政变。两方人马不再试图说服彼此，而是直接开始准备下一步行动。而那份遗诏也成了整个假太子事件最关键的一张牌。天子的遗言不容置疑，但如果这句立刘协的话从未存在，那到底是谁在撒谎？是谁在操控王朝的信任？这不是一场谁更强的问题，而是谁的话更能被人信。因为东汉末年的权力运作已经从兵权转向了谁能代表天子的声音。刘协的出现就是这一切的信号，他像是宦官集团捏出来的合法性工具，被迅速包装推上舞台，而刘辩还被蒙在鼓里。他还以为父皇没说清楚，还在等一个正式诏书。他不知道的是，宫中早就没有他的位置。刘辩其实并不傻，他只是出生在一个不该太聪明的时间点，身边围着一圈帮他思考的人。他母亲是何皇后，背景显赫，叔父是当朝大将军何进，全家从洛阳南郊横跨到宫中中轴线，几乎没人敢在明面上对他们说不。从小到大，刘辩就在这种你是天选之子的氛围里长大。太傅、侍讲、内侍轮番围着他转。他曾在韩章殿的大池边试图学射箭，却总射不中靶。宫女们却仍然在一旁恭维陛下英武。他也曾因为一只走失的小狗，让整个内宫翻了个底朝天。他以为自己的人生会一路平坦地走向那个高座，直到他看到刘协那张沉静无波的脸，那个几乎不说话的弟弟开始在他面前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刘协和他不一样，他不爱热闹，不爱铺张，不爱那些冠冕堂皇的礼仪。但正因为如此，他身边聚起了一群不爱谄媚的人。比如那位善于制香的工人嬷嬷，说他心气平稳；又比如在宫外教他笔墨的老儒，说他
虽幼识大义，甚至连负责宫中膳食的内侍都说，这孩子吃饭不挑，心思也实。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其实正是宫廷暗战里的信号弹。谁的生活更朴素，谁的性格更稳重，谁就容易被看作是真命天子。在风雨欲来的朝局里，这种看起来靠谱的人就成了赌注最大的那张牌。而刘辩却恰好相反，他太容易被看透，也太容易被带节奏。他一高兴就赏人，一生气就撂话。他讨厌书法课，就叫人把帖子都烧了。他害怕打雷，就躲在龙案下哆嗦。他不是个坏孩子，但他不够帝王。哪怕连最疼他的外祖家何进也开始隐隐担心这个外甥太感情用事。可这个担心并不妨碍何进强推他当太子，因为这是整个何氏家族的生命线。刘辩一旦继位，何进就能以皇帝舅舅的身份稳固天下兵马大权，而宦官们的算盘却刚好相反。他们明白，一旦让何进的外甥登基，自己这些年经营的权势都得收场。于是他们赌了一个更小的筹码，刘协。这就是当时的局势。两股势力各自押宝，各自布棋。宦官在宫中封锁消息，秘密安排刘协搬入太子所居之地，又让人从内堂里拨出仪仗队、典礼用品，甚至连未来的辅政官名单都悄悄拟好了。而这一切，刘协本人却只是默默照做。他不问缘由，不做反应，像极了一颗被推上牌桌的骰子，自己都不清楚会掷出几点。但宫中某位太监曾在回忆中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协少言，却从不拒绝，这才是最危险的地方。他不是懵懂，而是沉默。何进终于坐不住了，他派人进宫探望皇子，试图确认刘辩的处境，却被宫门挡回，理由是天子尚未安息，外戚不可入内。一封又一封奏章、请求、表奏被原路退回。何进明白，他被排除在遗诏之外，意味着整个宫廷正在构建另一个未来。他私下召集心腹，将兵马驻扎在洛阳南城，开始调动各州郡守备武将，计划清君侧，在东汉末年成了最常见的政治动员口号。而每一次清君侧几乎都意味着屠城、政变、血雨腥风。何进的动作越来越大，而宫中宦官们的反应却出奇冷静。甚至有几天，宫门大开，允许外臣入内，只是每一次入宫都要经过严密搜查，且不许单独行动。何进看得出来，这不是示弱，而是一种挑衅。你进得来，但你什么也看不见。更让人寒心的是，刘辩似乎真的被软禁了。他被安排居住在离主宫最远的偏殿，每天只能接触几个老旧的内侍。何皇后也被礼送内宫，限制行动。整个刘辩系的人马被拆散、隔离、分化，直到有一天，一封密信被偷偷送到何进府中。信里只有短短2句话：皇子已非旧日尊号，携字登书，3日可立。何进几乎当场掀桌，那意思是宫中已经决定3天内让刘协登基，并将刘辩降为庶人。他知道，一旦那一步真的发生，哪怕自己再多兵马也回天乏术，因为一旦登基，正统就形成，天下就会认账，哪怕那账是假的。于是何进终于启动了他的兵变计划。他联络了西凉董卓，请他率兵入京，保驾护航。表面上是协助朝政，实际上是想借外兵清除宦官势力，扶刘辩登基。但这封密信最终落到了宦官手里，这就像一场公开宣布的内战，两方谁先动手，谁就能把对方贴上篡权的标签。宦官开始提前布防，封锁各宫殿通道，安排死士守住太极殿前门，
同时加快册立刘协的仪式准备，甚至连登基文告的草稿都起好了，只等一个时辰定音。而在这局棋的中心，刘辩却仍然被蒙在鼓里。他每天依旧被安排诵读、行礼、进食，像个安分守己的王子，等待着那个永远不来的册封仪式。没有人告诉他，他已经被从帝王名单中抹去，也没有人告诉他，他叔叔调兵遣将其实只是为了还他一个名分。但更没有人告诉他，他的对手其实已经坐在皇位的台阶上，只差一道光线，一次鼓声，一个名字响起。这个名字叫刘协。宫中有传言说，那年7月有一天夜里，天降异象，北斗偏移，彗星掠空。许多术士都说这是天命将变的象征，可真正在变的不是星象，而是人心。一指一照的模糊不清，让整个帝国陷入一场看谁更会说服天下人的较量。而在这样的博弈中，谁是天子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谁能让别人相信他是天子。信任从来都是帝王之术中最锋利的刀，这一刀可以成王，也可以弑主。刘辩在洛阳宫城的含章殿内坐了整整1夜，他听不见鼓声，看不到星辰，只有帘帐外燃得太亮的灯火像在嘲讽他。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太子梦可能正悄无声息地崩塌。他问过身边的内侍，父皇的遗诏是不是快到了？对方低头只回答，宫里还在处理。这是个糊弄人的答案。刘辩听得懂，却什么也不能做。他14岁，正值少年，按理说应当被捧在掌心，但那晚他真正意识到，原来自己不是主角，只是一个等待命运宣判的看客。而这边太极殿中，宦官集团正在为另一个少年忙碌。刘协年仅9岁，他穿上了天子礼服，坐在内殿台阶下，听身边的内官一遍遍演练登基仪式该怎么行礼。他不问问题，也不反对安排，甚至在面见群臣前，他自己默默抄了一遍登基诏书的草稿。有人说他听话，也有人说他深藏不露。无论如何，宫廷真正运转的心脏已经不再是那个本该继承大统的长子，而是这个看起来最不具威胁的幼弟。时间推回几天前，刘协之所以能快速站上太子这个位置，并不是一夜之间的奇迹，那是宦官集团谋划已久的结果。最关键的是一项几乎被后世忽略的操作，他们在汉灵帝弥留之际，让他会见了刘协一次。那个场景没人能准确还原，但有传闻说，刘协跪在床前，朗声念了一段诗经，声音清亮，语调庄重。汉灵帝听后竟热泪盈眶。之后便传出灵帝口述遗诏立刘协的消息，是真是假，无从查证。但这情感操作是宦官们擅长的，他们善于营造最后一句话的神圣感，把无法证实的瞬间包装成无法质疑的事实，而这正是刘辩所缺的。宦官们也深知，推刘协上位只是第一步，他们需要让整个朝廷接受这位年幼皇帝，所以他们不惜血本，用最快的速度改组了整个尚书台、太常寺、御史台，将一些关键职务塞进自己人，又封锁了南宫，切断了刘辩与何氏家族的最后联系。整个计划像一台运转精密的机关，滴水不漏。而他们最得意的是用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正式遗诏阻断了任何异议。谁敢说没有这道诏？你见过了吗？没有。那你就是质疑先帝、反对先帝的人，在大汉天子这顶帽子下永远没有好下场。而刘辩那边，他唯一的反击机会是何进，但何进太高调，他公开在府中召集兵马，又让亲信四处放话说正统不可乱。
太子必须是刘辩。这本该是强有力的政治宣言，却反而给了宦官集团口实。你看，他要逼宫，他要胁迫宫廷，他要让武力决定皇位归属。更糟的是，何进根本没有真正掌握大汉中央军。他虽有兵权，但更多的是来自外郡的调兵，不足以迅速干预宫中事务。最初答应入京的董卓，也因距离遥远，一时无法赶到。就在何进犹豫该不该直接攻打皇宫时，宦官们已经开始组织新皇登基仪式。那一天是7月中旬，天还没亮，洛阳城的钟鼓楼便敲响了5通警钟。这不是普通警报，而是一种临朝召集信号。大臣们纷纷起身，着朝服，赶往宫门口，却被告知今日朝会临时取消，改为太极殿紧急议事。很多人还没反应过来，已经被宦官引导入殿。站在御阶上的是9岁的刘协，穿着冕服，头戴平天冠，眼神平静如水。内监宣读：先帝遗诏，以协德行兼备，天命所归，特立为皇太子，即日继位，国号成汉。天子继位，短短数语，掷地有声，没有任何余地。殿中鸦雀无声，无人出列反对。所有大臣都知道，这一刻反对的代价就是满门抄斩。更有一位年长大臣悄悄后退一步，被宦官瞥见，立刻当众呵斥：有异议者请出列。没人动。于是礼仪继续进行，钟鼓齐鸣，百官跪拜，9岁的刘协成了新皇。仅仅1刻钟时间，正统被改写。而另一头的刘辩，直到日上3竿，才由一名老内侍带来一句话：先帝遗命，另立储君，东宫暂不再设。这等于明着告诉他，你不是太子了，甚至连殿下都没人再称呼。他呆坐良久，没有哭，也没有闹，他只是问了一句：那我是不是该回家了？那一刻，他不是天子的长子，而只是一个迷失了未来的少年。史书对此记录不多，但根据工人回忆，刘辩自此封居在南苑偏殿，每日清淡如水，未曾再出宫一步。外界传言他性情变得孤僻沉默，有时站在窗前一站就是半天。有人问他在想什么，他只淡淡一句：想自己是否曾做错过什么。这不是一个少年该说的话，但东汉的宫廷从不允许普通少年的存在。一旦生在帝王家，就不配再拥有自由选择。刘协这边的生活也未必光鲜。他登基后，宦官集团辅政，几乎所有政令都需他们签署同意。他每日只能按时出席早朝，签署公文，接见使臣。他看似是天子，实则是个布景板，但他不吭声。他从不反抗，也不表态，他只是做，静静地做。于是群臣们开始逐渐接受，这位新皇或许更稳重。刘辩的名字也被慢慢从档案里撤下，甚至一些宫中史官开始用庶子刘辩来称呼他，而不是东宫旧主。正统就这样被移除、被遗忘、被掩埋在新秩序的金銮殿下。而最关键的一点是，没有任何确凿证据证明刘协是假的。宦官们操作得太干净，没有留下书面错误，口误流传，也没有反对者站出来公然质疑。就连何进也被迫暂时收兵，只能靠不断暗中联络各地诸侯来另谋机会。他知道，一旦刘协的皇权坐稳，天下就没人愿意为一个被废的太子冒死起兵。他唯一的机会是让更多人知道，这一切是一场精心制造的假象。问题是，他来得及吗？洛阳城上空烟霭沉沉，正统之争刚刚拉开序幕，信任的游戏
远远没有结束。而那个曾该是天子的少年，已慢慢走进历史的背面角落，准备面对一场更残酷的命运测试。洛阳宫里，总有一些人看似无足轻重，实则掌控生死去留。比如石常氏，名字听起来像某种文雅官员，实际却是宦官集团的核心班底。这10人中，大多数都跟了汉灵帝10年以上，深知宫中暗道、礼仪漏洞与人心缝隙。他们不是拿兵的将军，也不是手握权印的丞相，却能一句话决定太子的命运。这些人最擅长的事，不是治理国家，而是打理天子的气氛。汉灵帝一生都很懂气氛，他喜欢花园里有300种奇花异草，喜欢乐队演奏时音律要恰好，与风齐鸣，喜欢朝会前大臣先用诗句祝他福寿无疆。于是他对这群会哄他、会懂他、会安抚他情绪的宦官们极为倚重。他一边卖官收钱，一边用这笔钱修园建台，把皇宫变成奢靡的乐园。宦官们正是在这乐园中升起、成长、结网。石常氏掌握的不只是公务和起居，更是传话的权利。天子说了什么，百官听不见，只有他们说出来。诏书谁送、谁写、谁封，他们说了算。这种权力表面无声，实则最可怕。尤其是在汉灵帝病重的那段时间，宫门封闭，宦官日夜伺候，谁进谁出，天子说了什么，遗诏写成什么版本，全由他们掌控。他们深知真正的权力不是做了什么，而是让别人以为发生了什么。在刘协被立为皇帝那天，十常侍之一的张让亲自押着登基诏书站在朝堂之上，声音洪亮，情绪饱满，没人敢当面质疑。因为这张圣旨从头到尾没有人能核实真伪，它既没有监制者，也没有留存底本，但它的效力来源于一个事实：张让就在现场。他说这是先帝口谕，而你如果质疑，就是质疑先帝遗命，这是诛心之罪。于是全朝俯首，没人出声，连何进也只能暂时按兵不动。不过宦官集团也清楚，他们靠的不是法律逻辑，而是信任操作。这种信任是脆弱的，一旦被撕破，就将万劫不复。所以他们急需一个安静、稳定、听话的新皇帝。刘协完全符合这个设定，他不争、不问、不插手，默默配合每一个安排。于是宦官们一边高举先帝遗诏的大旗，一边继续布局更长远的计划。他们封赏支持者，撤换不听话的官员，甚至派人下乡收买民心。他们要把这个宦官立皇的故事编织得像一场顺应天命的安排。但就在他们自以为万无一失时，一个名字悄然出现：董卓。这个名字最初只是何进计划中的一张保险牌。何进眼看宫中控制不住，便打算从西凉调兵清君侧。董卓就是那个他打算利用的外来力量。他出身寒门，性格粗暴，治军极严，却也眼光毒辣。他接到调令时，笑着跟副将说：皇城未乱，是人心先乱。这句话传入宫中，宦官们警觉了，他们开始紧急调派人手堵住何进可能的外援通道。却没想到董卓根本不走寻常路，他绕道从西北突进，速度快得惊人。当他抵达洛阳城外时，何进还在犹豫要不要下令攻宫，结果天降一把刀，先把局面搅烂。而在宫中，宦官集团意识到外部威胁正在逼近，开始紧急计划清洗。这一次他们盯上了何进本人。张让、赵忠等人密谋，何进若死，军心急乱。于是一个经典的诡计登场：假传天子口令，召何进入宫议事。何进明知宫中危险，
却碍于身份不得不入。结果刚一入门，便被早已埋伏的宦官刺杀。这一幕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却无人阻止，而整个过程也被掩盖成宫中突发意外，尸体连夜送出，府中人连头七都没赶上。阖家大乱，士兵四散，军心动摇。宦官集团以为自己胜券在握，可他们算漏了一步。董卓不是何进，他根本不受朝廷节制。他进洛阳之后，看见宫中血案横生，干脆直接控制皇宫，把刘协和刘辩都接到自己军营中保护。这一举动不仅让宦官集团颜面尽失，也彻底打破了他们的掌控结构。因为之前他们掌握的是谁能进宫的权利，现在这个权利被董卓接管了。更要命的是，董卓很快看穿了宦官们的把戏，他公开宣称先帝遗诏一事从无正本，口口相传，焉能为凭？这句话就像在宫廷屋顶上炸了一声雷。所有官员突然意识到，原来这个遗诏从头到尾没人见过。宦官集团慌了，他们试图通过皇帝之口稳定局面，但刘协根本不配合。这个平时一言不发的少年，在董卓面前出奇沉默。他不否认口谕遗诏，却也不再重申。他选择了什么都不说，这等于默认了一种新局势：谁掌兵，谁控局。宦官失了口碑，又失兵权，很快成为众矢之的。史书记载，当董卓进入皇宫，直接清点宫中财物、文书与宦官编制时，时常是四散奔逃。其中张让自投河而死，赵忠被乱兵斩杀，剩下的不是逃命途中病死，就是死在百姓怒火中。一个统治宫廷20年的庞大集团，就这样在几天内土崩瓦解。他们耗尽心机把持皇权，最终却败在一个更粗暴的逻辑里：拳头比语言更直接。而更令人唏嘘的是，宦官集团最终没有任何人为他们辩解，因为他们根本没留下记录，也没人愿意承认曾与他们同站一边。他们只留下一个历史印象：贪婪、专权、弑主、乱政。而关于假太子事件里他们的具体操作，也随着他们的死亡变成谜团。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故事从来不是单纯的谁当皇帝的问题，而是谁能让别人相信这个皇帝是真的。宦官曾靠语言赢下上半场，却在兵权面前崩盘。而刘协，一个从头到尾几乎不说话的孩子，反倒一步步走到了权力中心。他没有争，他只是不反对。有时候，真正的力量不是去抢位置，而是站在对方下手前的位置上，稳如磐石。而刘辩呢？此时他仍在偏殿，仍在等那个从未到来的册封仪式。他也许还没意识到，风向早已变了，而他很快将要面对真正的命运选择。董卓进京那年，风刮得比以往任何一年都更急。洛阳城外，黄土被马蹄搅碎，一路尘嚣冲进了宫门。没人想到他来得那么快，更没人想到他一进城就像换了副面孔。他不再是西凉边军出身的武夫，而像个披着披风的摄政王，目光狠辣，步步生风。宦官集团刚倒，他就迅速清除何进余部，接着将皇宫兵权一把揽在手里。他不信任原有禁卫，也不相信朝廷制度，他只信自己的凉州军和自己的刀。而他最早的动作是把刘协和刘辩双双接入军营，说是保护皇室安危。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两位皇子此刻其实已成了人质。董卓的逻辑很简单，你们争什么太子啊？我有2位皇子在手，我说谁是皇帝，谁就是皇帝。就像牌桌上有人握着大小王，他不出，你永远打不赢。董卓不出牌，只看你焦不焦急。
他每天让2个皇子轮流出现在将士面前，还特地安排他们在营帐中共餐，兄友弟恭的样子摆得足足的。但这不是团圆，这是权力试探。刘协依旧沉默，该说话时说，不该说时就闭嘴。他从不表达立场，也不表露情绪。董卓试图试探他：你父皇生前可曾私下提过谁应继位？刘协只答：臣年幼，不敢妄议。你看，这种回答滴水不漏，既不承认自己是皇帝，也不否认对方说的是真。换做别人，可能就是装傻，但从他口中说出，就是谨慎。董卓听后微微一笑，心里却有数，这孩子有深度。相比之下，刘辩就要单纯得多。他压根儿没想那么多，他只问了一句话：我什么时候能回太子宫？董卓盯着他看了3秒，然后说：等天子之位有人坐稳了，你自会有你的安排。刘辩没听懂，他还是没明白，自己已经不在那个王座争夺的剧本里，他只是一个备用选项。董卓之所以不杀他，不是仁慈，而是需要备胎。这场戏真正的高潮来自一次早朝。董卓召集百官，说要议定皇位归属。这不是走过场，而是一次彻底的洗牌。旧的太子已经被否定，新的皇帝还未加冕，谁敢发声，谁就成了靶心。结果那天百官低头无语，殿中一片死寂。董卓没生气，反而笑了。既然诸位都尊重旧例，不如请太傅、太常依律推举。这话一出口，百官被推到了墙角，因为旧律写得明明白白，长子优先。但问题是，现在的长子已经没了政治资本，他身后没有何进，没有兵权，没有群臣支持，甚至连一封像样的遗诏都没有，他是孤岛。而刘协不一样，他身后站着董卓，军中万人可动，百官心有忌惮。于是几位年长官员开始松口，说刘协虽幼，然谨言慎行，协德行稳，天命可系。接着便有其他人跟进附议，局势像被预先设定的钟摆来回摆动几次后自动归位。董卓顺势宣布，天命所归，协当登基。全场无人反对，哪怕有人握紧拳头，牙齿咬得出血，也不敢说半个不字。刘协再一次被推上皇位，只不过这次不是宦官，而是董卓。前一次他靠的是遗诏，这一次靠的是兵锋。而他本人依旧那副模样，不卑不亢，不喜不怒。他行礼、拜祖、接应、听训，每一步都恰到好处。有人说他就是天生的顺民帝王，生来就适合被人操控，但真相可能更复杂。他或许什么都知道，只是不动声色地接纳，然后慢慢在规则里重塑属于自己的秩序。而刘辩被宣布迁往永安宫调养，这是个看起来仁慈的说法，实则是软禁。永安宫偏远、冷清，守卫森严，他不再拥有名分，也不能见外臣，更别说行使任何权利。他连说一句我才是太子的权利都没有。他不懂为什么会这样，他只知道自己曾被教导要成为一名好皇帝，可现在他连解释的机会都被剥夺。他不是被打败，而是被忽视，被整个体制、整个博弈、整场信任的坍塌所排斥。而董卓的算盘远比所有人复杂，他把刘协立为皇帝，却不是为了辅佐他，而是要借此巩固自己的国之柱石身份。他自己不称帝，但他要别人知道，皇帝是我立的，宫廷是我称的，江山是我管的。他改年号，封亲信，废制度，迁都长安，一连串操作把朝政改了个底朝天。但他没有杀刘辩，也没有逼刘协退位，因为他需要皇室的合法性来维持自己的暴政。他知道
自己是篡权者，得借皇室遮挡。他看似主导一切，实则也需要皇权这块牌匾。刘协对此无动于衷，他没有反抗董卓，也没有表现屈辱。他做该做的事，不多说一个字，甚至连朝中老臣劝他反其道而行之，他都只是摇头。他不是不明白，他只是太明白，董卓之强在于兵，而兵不倒，口舌无力。他清楚自己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不如沉默待时。这份冷静甚至让董卓都感到一丝不安。他开始安排耳目监视刘协起居，连他书桌上的笔墨用量都做记录。但刘协始终如一，从不多写，也不多说，仿佛在告诉整个世界，我只是一个被动的皇帝。而刘辩终于在永安宫里写下了自己的第一封求情信。他写给董卓，说自己愿意退位，不愿扰乱朝政，只求保母亲与亲属平安。这封信被董卓读完，递给了刘协。刘协看了一眼，只说皇兄仁厚，然后合上，不再多言。他明白，这封信不是请求，而是自白，是一个彻底被排除的人最后的自证清白。可惜，历史从不奖励诚实的人。更悲哀的是，这封信从未进入史官记录，直到多年后才在残卷中偶然发现。洛阳的夏夜闷热难耐，城外草丛里是虫鸣和冰声，城内殿宇中是权谋和沉默。天子的名号已不是谁生来该有，而是看谁背后的手更稳。从宦官到何进到董卓，每一个都曾选择太子，每一次都以失败收场。而那个被推上王座2次的刘协，静静地坐着，看风起，看云走，眼中不带一丝波澜。而刘辩终究仍未明白，皇权争夺的底层逻辑，从不是能力，也不是血统，而是谁让更多人相信他，值得被相信。董卓的政权是踩在洛阳灰烬上建立起来的，他不需要朝议支持，不需要礼制背书，只需要军队点头，敌人闭嘴。可他最狠的一招，不是杀人，而是一封假诏。事情发生在刘辩被软禁半年后，那时的永安宫已经形同牢笼。刘辩每日诵读古书，练字，行礼，吃饭，一切如常，却毫无生气。他不知道自己其实已被彻底排除在国家结构之外，他仍然期待某天会有人来告诉他，一切只是误会，只要自己再表现得稳一点，机会仍有可能回来。但董卓不给他这个机会，相反，他要彻底断了刘辩的念想，也断了天下对旧太子的残余信任。于是这封假诏应运而生，董卓以天子的名义伪造了一份赐死令，宣称刘辩心怀不轨，密谋复位，被查实后主动请罪。皇帝也就是刘协感念兄长情谊，赐其白绫自尽，以全其名声。这封文书写得极其体面，文辞含蓄，格调温和，甚至还附了一段悼词，说他虽非帝位之主，然怀大义，知进退，善体国心，使我朝之良子也。如果你不知背景，只看诏文，会以为这不过是一场温情的家族善后，但事实上，它是一纸杀人令，是董卓精心设计的合法性终结仪式。谁来送诏？李儒这个名字从这刻开始正式登场。李儒是董卓的外甥兼心腹，文才过人，谋略极深。他不像董卓那般暴烈，但每一句话都像刀子，带着笑意割肉。他接受任务后，换上朝服，带着诏书与白绫，径直走进永安宫。他不是闯，而是堂堂正正踏入，宛如贵客拜访。他见到刘辩，低头行礼，朗声说：“
天子有旨，请殿下自省。刘辩见到诏书，并未立即明白。他接过，仔细看完，神色一点点从惊疑变成灰败。他没吵闹，没哭诉，只是轻轻问了一句：“此为我弟亲书。”李儒没有正面回答，他只笑笑：“天下归心，实属不易。”这话不是解释，是劝死。刘辩沉默很久，然后点头说：“我能否见母亲一面？”李儒仍笑，此刻相见，只增伤悲。他话语温柔，语调平静，却拒人千里。刘辩仿佛终于明白，自己不是皇帝，不是太子，甚至连一个被惦念的人都不再是。他只是一封诏书上的名字，一段历史里被删改的章节。他没再多说，只缓缓走入内殿，用手理了理衣襟，独自坐下。他用白绫绕颈，自缢于床榻前柱。他的死没有血光，没有抵抗，只是一种安静的终结。他或许并不懂这一切的真正逻辑，但他知道，他不被允许继续活着。第二日，朝中宣布，刘辩因病卒于永安宫，天子赐谥曰弘农怀王，一个封号，一道体面的死因，配合一场彻底的信息封锁，刘辩从此在历史中消失。他没有登基，没有反抗，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他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只为了衬托别人的合法。他死得寂静，就像他被逐出权力核心那天一样，无声无息。而这封假诏却流传极广。李儒随后派人张贴于各州郡驿站，通告朝廷上下，让所有人都看到天子仁德、救太子识大义的故事。他把一场政治暗杀包装成皇室内部的体面告别，甚至还特意安排宫中祭礼，让刘协哀痛自责。连续几日穿素服、捡膳食、停朝会，整个仪式完美无瑕。史官笔下都记下：主少而慈，胸中而痛。这不是悲剧，而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政治剧。观众是百姓，演员是皇帝，导演是董卓，剧本是李儒写的，而道具就是那条白绫。李儒就是这种人，他没有士族出身，却能坐在权臣之侧，靠的就是这种润物细无声的谋划。他懂文字，也懂人心。他知道杀不是目的，让所有人接受你杀的人该死才是最终目的。相比董卓一怒拔剑，他更擅长一笑藏刀。他曾说过一句话：江山不靠拳头，得靠的是别人愿意低头。刘辩之死就是他用文书让全天下一起低头的一次试炼，而试炼的结果非常成功，无一人反对，无一地举事，百姓甚至感动于刘协的宽厚仁德，舆论彻底倒向新天子。旧皇子的痕迹被风一吹，什么都没剩下。而刘协呢？他有没有为兄长之死流泪？有没有在心里觉得愧疚？史书没有记载，但我们可以从一件小事猜到他的态度。那年冬天，他曾在宫中御书房题字，留下一句“念一线不存之影，恨刘封自改之年”。这句话的字义极难翻译，模糊又沉重，但意思大致是影子不再封改旧年。他没有提名字，没有讲事件，却道尽了一种无法更改的事实。他是个孩子，他不可能主导那道杀兄诏令，但他明白，他活着是因为对方死了。而董卓则继续他的权谋扩张，他迁都长安，以洛阳多贼，非皇居之所为由，把整个朝廷架空南迁。他让李儒接管诏书，起草大权，又封自己的亲信为将军、司隶、尚书令。他不称帝，
却把大汉当成了自己养的鹰，谁敢抬头，就拔掉谁的羽。他还特意在长安设立新洛阳社，用来重构一个听话的、不会说不的文官系统，而刘协就被放在这新的架构之中，像件摆设。他每天上朝，批公文、行礼、听政，却无实权。所有的命令都必须由董卓签字，或李儒审核。他是天子，却只是个躲在大殿阴影里的影子。但也有人注意到，刘协变了，他变得更安静、更敏锐、更擅长倾听。他学会了在大臣之间斡旋情绪，也懂得适时装作什么都不懂。他像是在等，像在酝酿。他不再是那个任人推拉的棋子，他开始学会下棋。他曾问过一位老儒：“王道可期于幼主否？”那老儒愣住，回道：“若天不亡，未可知也。”他点点头，低声说：“那便试试看。”从此以后，刘协的笔墨里开始多了2种颜色，一种是忍，一种是愁。刘协的崛起从来不是靠喊出来的，他不像董卓那样靠刀，也不像刘辩那样靠身份，他靠的是沉默里的观察和绝不表露的野心。当整个长安沉浸在董相国权震天下的热浪中，刘协却悄悄调整着自己的人设。他放弃了聪明皇帝这个标签，转而成为无害的小天子。他在朝堂上从不顶嘴，在宴会上从不多言。宫中奴婢传言说，陛下最爱看的书是《论语》中人而无言那一章。但正是这个安静的皇帝，让所有权臣都忽略了他，也给了他在暗中布线的时间。假太子事件表面已落幕，可真正的主线其实刚刚开始。刘协登基不久，很多人都在疑问他是怎么登上皇位的。宦官、董卓还是自己？每个人都有版本，每个版本都不完整。最早的一批百官是知道内情的，但他们要么死了，要么失势，要么学会了闭嘴。整个宫廷对那段太子更替的记忆像被一夜洗白，只剩下一句模糊说法：邪皇聪睿，承先帝遗命。而真相是，刘协被推上皇位时根本没有见过遗诏，也没有册封仪式，全靠一张嘴一把刀强行确立。但没人在意了，刘辩死了，董卓强了，历史翻篇了，唯有刘协自己清楚这段空白意味着什么。它是一道不稳定的地基，必须时刻用权威与仪式去巩固，否则一天不小心就会有人重新翻案，问他一句：你当初凭什么？于是他开始重塑正统。他命令修缮祖庙，加祭汉灵帝。他下旨追封刘辩为弘农怀王，并亲自题写誓文。他甚至组织宫廷画师绘制兄弟相送图，在御花园展出。这一连串操作看似是怀旧、致敬、讲情义，实际上是在合法化自己当年被俘上位的过程。他在告诉所有人，我不是篡位，我是顺承，我不是偷来的皇位，而是兄长愿意退让我。只不过那封诏书的真假早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现在写得出新的诏书。这一招果然见效，许多中立大臣开始动摇立场，开始愿意以既定事实为基础重新站队。更关键的是，董卓自己也没发现刘协这一系列动作的分量，因为在他眼中，刘协不过是他豢养的一头温顺鹿，随叫随到，随命随应。他甚至对外夸口天子聪慧，不劳我忧。这句夸奖看似赞赏，实则讽刺，他根本没把天子放在权力者的位置。但李儒察觉出了一点不对，他是那种比谁都精细的人，见过太多权谋崛起与覆灭。他曾对董卓说，皇帝若一直无言，可无忧，但若忽有作为，恐生变。董卓一笑，他是只猫，不是虎。
李儒没有反驳，只是在暗中多安排了几个人盯着宫中动向。但刘协比他们更早一步，他不做有作为的事，却开始劫人，不是朝臣，不是将军，而是读书人。长安东市有一间不起眼的旧书铺，刘协偷偷派人资助，把它扩成了私学堂。他不让这件事挂天子名号，只说是民间善人施舍。但凡进堂求学者，若有品行、学识、节操者，便会被推荐至内廷藏书阁任职，名义上是管理图书，实则进入了天子的私人笔记系统。这些人不懂权谋，不染朝政，却能替他记录、分析、整理，构建出属于刘协的知识网络。他用最不起眼的方式为自己建立了一个无形幕僚团。与此同时，他开始频频召见旧臣，尤其是那些曾为刘辩奔走过，后来被贬的老臣。他对这些人特别客气，从不提往事，也不问立场，只请他们讲讲各地风俗、百姓苦乐、户籍起伏。他听得非常认真，有时还动手记笔记。他不是在审问，是在学。他要知道这个天下是怎么运作的，不是靠什么太子先帝，而是靠人与情势。他越学越深，越懂越多。宫中小太监开始偷偷说，陛下最近话少了，可笔头重了。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刘协第一次真正尝试干预一个政务事件——京兆尹调换案。当时董卓强令换掉现任京兆尹，改由亲信上任，遭到地方士绅强烈反对，街头甚至发生冲突。百姓骂的是董卓，但名字写在诏书上的是天子。刘协听说后没有正面干预，而是悄悄召见了几名士绅代表，听他们讲完，再安排人偶然放出消息，说陛下已知，愿听民声。随后京兆尹案不了了之，董卓也未追查此事。表面上风平浪静，实则人心开始出现波动，皇帝居然会听。这只是个小插曲，却让刘协第一次看到自己能在沉默中收拢人心。之后几个月，他做了很多类似的事，偶尔暗示，偶尔旁敲，偶尔托人转话，从未公开对抗，却又不断试探自己的影响力范围。他像在黑夜里伸手去丈量这座由暴力和谎言建成的皇宫有多宽、多深、多危险。而他发现，越是没人盯的角落，越是可以深埋种子。这时的刘协已不再是那个稚嫩的假太子，而是一个逐渐理解了帝王术的人。他不需要别人为他辩护，也不再幻想谁会还他清白。他只想在这乱世中活下去，活得久一点，再久一点，直到那些以为他只是布景板的人一个个倒下，然后轮到他说话。而说话这件事，他已经练了3年了。如果说刘协的沉默是一种忍耐，那董卓的高调则是一种挑衅。他的掌权方式从不遮掩，反而像在昭告天下：我做事不需解释。迁都长安不过刚完成，他便将宫中制度一一改制，从侍卫名称到文书用语，从朝会流程到官员服饰，一律按照他凉州新制来走。他不遵旧礼，也不守旧规，把原本层层礼制当成麻烦累赘，扯掉就丢。他甚至把原本象征汉室血统的宗庙碑改刻自己的名字，说是代为郑国。这件事让许多老臣当场昏厥，史官爷罢笔3日，不知该怎么记。但这正是董卓想要的混乱。他越是破坏制度，就越能让所有人意识到，这朝代现在姓董，不姓刘。可越是这样，刘协越不动声色。他继续出现在朝堂上，规规矩矩地听每一位大臣奏事，听完就点头，偶尔附一句善。他不反驳，不质问，不插手，
每天仿佛只是履行天子的日常存在，可他的存在正变成一个极不安定的象征。因为董卓越是横行无忌，群臣就越是把希望偷偷投注在那个坐在龙椅上始终不言的年轻皇帝身上。他不说话，是因为时机未到，他一旦开口，就可能成为纠正一切的开端。这种希望一点点在朝廷中发酵，而让这股情绪爆发的导火索是一场婚事。董卓为了进一步巩固地位，打算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皇帝，也就是刘协。他的说法很冠冕堂皇，联姻稳国，合德为一。可这不是提亲，是威胁。他要让天下人知道，连皇帝都要娶他女儿，汉室血脉已彻底由他掌控。这道旨意传到宫中，宫人不敢宣，太监不敢说，连比例都写得战战兢兢。刘协收到诏文后，眼睛静静地扫了一遍，然后把纸放下，说了6个字：容朕3日答复。这是他第一次主动要求缓议。这6个字传出，朝堂震动。3日时间里，董卓未催，反而派人不断示好，送玉、送画、送西凉奇珍。意思很清楚，这桩婚事是天大的荣宠。皇帝若还犹豫，那就不是犹豫，而是抗命。而刘协呢，3日不语，3餐不便，依旧写字、练笔、读书，只是比往常更安静些。没人知道他会怎么选，连李儒都说，这小子深得藏锋之术。第4日清晨，朝会照常举行，众臣肃立，董卓未到。刘协如常步入大殿，拱手就坐。典仪刚宣读开场，他便突然开口：联姻一事，朕已熟思，然皇室血脉应谨慎于国体，不可偏私。话音刚落，整个大殿如同被冻住，所有人屏住呼吸，不敢作声，因为这是刘协第一次当众对董卓的安排提出异议，哪怕语气再委婉，内容再讲理，依旧是一种挑战。典仪一时语塞，赶紧草草念完流程。朝会后，李儒紧急入宫，私下见刘协，他没有指责，只是叹了一句：陛下此言，恐引东风。刘协轻声回道：不引风，何以动舟？这句古语出自《左传》，意思是船若不动，就无法掌舵。他说得轻，却已然表明立场。他开始出招了，不再是之前那个任人安排的少年皇帝。果然，董卓震怒，他没有当场发作，却私下斥责李儒：你说他稳，如今稳到敢拒我。李儒劝他冷静，说皇帝不过说了句国体为重，不算反对，只是延迟。他甚至建议，不如以退为进，暂缓婚事，反而可收拢人心。董卓冷笑：你怕了？李儒摇头：我怕他有一天不是猫。这件事最终被搁置，但从此之后，刘协与董卓之间的表面默契开始崩塌。董卓加强宫中监控，每道诏书都派人审读，每位近臣都换上自己的人。刘协则更加低调，不再主动请益，也不再接受外臣密信。他像是退回去了，实则是在暗地构筑一个等待反扑的安全壳。而这期间，朝堂之外也悄悄出现了一股新势力——关东联军。联军的成立看似是为清君侧、诛董卓，实则也是一次区域政治的自我洗牌。曹操、袁绍、孙坚等人开始联合调兵，说要还政于天子。这口号听起来正义，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算盘。有人想借此扩权，有人想重建旧朝，有人干脆就是想名正言顺出兵。而刘协成了他们宣传里的受害皇帝。他并没有派人联络他们，也没发密诏，但他们都在对外宣称，
天子受制于董，吾等当举义以救之。董卓也意识到危险临近，他开始考虑彻底废掉刘协，另立新君，甚至一度想让自己称帝。他让李儒起草2份文书，一份是废帝诏，一份是代天行道令。李儒只写了前1份，夜里他偷偷将那份代天行道令焚毁。他明白，董卓再强也不能越过最后那条线，废帝可控，称帝必亡。第2天，他对董卓说：“时机未至，强行自立，恐为天下所弃。”董卓骂他懦弱，他却低头不语，眼中却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悲悯。刘协听闻自己可能被废，面无表情，只说：“天下未宁，不当多变。”工人问他是否忧心，他答：“朕忧的是人心不定，不是胃不饱。”这句话传到了朝外，传到了那些远在关东却始终观望的人耳中。曹操听后惊叹：“少帝有时。”这股信念感终于开始回流。朝中不少曾观望不定的大臣开始重新向刘协靠拢。他们私下说，皇上未昏庸，只是被困。就像漫长黑夜里，有人远远看到一星微光，即使微弱，也足以让人动身赶路。洛阳原是大汉皇朝的心脏，但此刻它只是一片焦土。董卓迁都长安之后，下令焚毁整个洛阳，民居、宫室、学社、庙宇，只要与旧朝制度相关，他都命人一把火烧尽。他说，这是断尾求生，实则是将旧朝的记忆连根拔除，大火连烧，3日3夜，浓烟遮天蔽日，据说连洛水都变成了墨黑。那些刻在石碑上的天子名号、宗庙、祀文、历代王命，全化为灰烬。刘协站在长安新宫的望楼上远望，远处灰雾翻滚，像是一个王朝自己吞下了自己的骨灰。这场焚宫是董卓向天下宣告，旧的已经结束，新的要听他的。而刘协在大火面前一言不发，他知道自己此刻说什么都无用，可他没有忘记。事后他秘密令御史台重修一份《洛阳焚毁录》，收集幸存者证言、幸存卷宗，并藏于太学后阁。他没有大张旗鼓地清算焚宫之罪，但他在用他的方式让这场火不被遗忘。火光背后是皇权的彻底抽空，皇帝名存实亡，百官晋升，文武表面顺从，心底却早已积怨如山。董卓虽强，但他治军粗暴，对民贪敛，对士卒轻慢，很快便逼出了大量流亡士人。他们有的逃往关东，有的干脆自立山寨，还有些干脆选择在田间乡间秘密组织草泽盟，号称为复汉士者。而刘协成了他们名义上的旗帜。虽然他从未亲口承认过他们，但他们自称奉天子命，反董卓，清朝纲。其中最有力的一支是孙坚，他从江东起兵，自称奉诏出征，一路北上，节节推进。后来甚至攻下董卓留下的旧洛阳，在焦土之上翻出一枚金印。那金印正是当年太子册封所用，上刻刘氏正统，乃真品无疑。这东西一曝光，天下震动，因为这意味着太子的册封曾确有其事，只是被董卓隐匿，宦官违改。这枚金印成了真假太子争议中的关键物证，也成了众人心头的那句未说出口的疑问：刘协，你当初真的是被立的吗？朝中也有风声渐起，有人暗中传写《正统变伪录》，将宦官传言董卓密谋，刘辩自尽，刘协登基全过程一一比对，得出一个结论：先帝之命未明，真伪之权未判。
这句话传进朝堂，让不少大臣内心激荡，尤其是那些当初随董卓入长安，如今却看他倒行逆施的人，更是跃跃欲试。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一位新晋御史种吉，他在朝议中直言不讳：陛下继统之徒，未得大礼之政，当以德自固，而非赖强权之托。话说得绕，但大家都懂。他在提醒刘协，你当初的登基，没有仪式，没有遗诏，没有群臣公议，光靠一个董卓的支持，并不牢靠。你现在唯一能做的，是靠自己积德行道，把虚位做实。刘协听了，低头良久，然后只说朕知2个字，不轻不重，却足以让在场群臣觉得天子知道真相，也知道自己的责任。从此之后，刘协开始更频繁地下诏安民、恤孤、赈灾，哪怕大部分政策被董卓搁置，他也坚持一条条写下去。他不是为了治理国家，他是在做一件更重要的事，写未来的历史。这些诏令被归档，被藏在内阁，被世人传抄，外地书院辗转流传。他在为自己写帝王合法性，不是向现实宣告，而是向后世证明。而董卓却察觉不对，他虽不识大字，却知风向。他听闻世人重提金印之事，怒不可遏。他派人四处搜捕流传金印故事之人，下令销毁市面上所有记有弘农怀王名讳的书籍，并秘密命李儒拟废帝新册，立忠义者为正主，废不得者为庶民。这意思再明显不过。刘协若再不听话，他就要另找一个更听话的皇帝。可李儒这次却犹豫了，他私下对亲信说：若今日可废刘协，明日亦可废我。这是他第一次怀疑董卓的做法，也第一次意识到刘协并非真正的威胁，反而是他那仅存的一点制衡董卓的可能。而刘协更懂得抓住这点，他悄悄与李儒搭上线。一次御前读书时，他故意翻出《尚书尧典》，读到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便低声一叹：帝之道不在声威，而在其光也。李儒听见，沉默许久，然后伏地叩首：臣知陛下心意。这句话不只是一次赞扬，而是一个秘密承诺。他开始倒向皇帝了。从这天起，李儒不再积极推董卓称帝之事，反而频频以时机未备、民心未安为由拖延。他甚至暗中撤回废帝之策，只保留一份口头备忘，锁入自己私阁。董卓起初未察，后来也无力细查，因为外头的局势开始动荡。关东联军集结，号称10万之众，已经打到虎牢关下。天下震动，大汉的版图开始震颤，人们重新想起了那个名字——刘辩。他的死因再度被提起，金印事件也再度发酵，真假太子的争议仿佛从未结束。朝堂内外再度弥漫一种强烈的不安：谁才是真正的天子？我们追随的是义吗？还是只是刀？而刘协在这场危机中再次选择不发声，他只是每日早朝必到，诏令照批，书简照读。他不站队，也不避祸。他就像一座磐石，任风雨再大，只要不倒，别人就会慢慢靠近。他靠的不是发言权，而是生存权。他越活着，就越有价值。他越沉得住气，天下就越难再造一个新皇帝。他是天子，他不是最初被选择的那个，却是坚持到现在的那个。长安西南50里，一队披甲护卫护送着一辆简陋的马车，缓缓驶入荒野。这不是出巡，也不是逃难，而是皇室西迁的开端。刘协坐在那辆车里，衣衫整洁，神情沉静。
他知道这场迁徙不仅是一段地理上的转移，更是一次皇权命运的大变调。皇帝不是迁，而是被带着走；不是掌舵者，而是被保护者，而更准确地说，是被控制者。这一次迁徙的主导者仍是董卓。他眼看关东联军压境，洛阳早已焚毁，长安也成了危险之地，干脆打出避乱西巡的旗号，将朝廷迁往更远的函谷关以西。实际却是逃跑。他怕曹操，怕孙坚，怕天下义军借天子名义兴兵，于是决定干脆把天子带走，连根拔起，让群雄无可依附。刘协成了帝国流亡团的标志，百官、内臣、太学、库藏全都卷起行囊，浩浩荡荡西行。队伍长达数十里，百姓驻足观望，无人言语，只默默目送那顶黄车远去。史书称此为西迁之耻，可对刘协来说却是一次意外的机会，因为就在迁徙途中，权力的空隙第一次短暂出现。董卓需要集中兵力守护军粮与边防，无暇分心控制每一道指令。李儒开始忙于后勤安置，将内阁事务暂时交给御史台处理。朝臣之间重新出现接触缝隙，许多被压抑多年的声音开始在野地、驿站、营帐里悄悄复苏。那几日里，刘协的言行成了所有人关注的焦点，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因为他还在。一个还能坚持起驾、坚持正装、坚持礼仪的皇帝，在动荡之中反而成了精神寄托。他站在山口望风，在谷底祭地，在村头问民生，每一个动作都像是一个正常朝廷的象征。他不需要说我才是真天子，他只要出现，别人就知道皇室还在，汉统未绝。而他也知道这样的机会不能浪费，他开始主动设宴，请那些曾沉默不语的朝臣一起进膳。他不提旧事，只问一句：诸位可安？这不是客套，而是邀请重回的信号。这些曾躲、曾逃、曾怕董卓的大臣，终于重新抬头，开始与皇帝说话，开始恢复那个早已断裂的君臣结构。这在当时是种极大胆的选择，可正是这种情理上的正确，让刘协的帝王身份第一次不靠诏书，不靠军令，不靠传言，而是靠认同得以实质恢复。与此同时，关中百姓开始自发迎驾，许多地方官员前来设宴、公粮、献地。他们说是恭迎天子，其实更是在借机选边站队。他们压住董卓不会久长，而皇帝终究是皇帝。这股人心的风，刘协感受到了。他不再只是那个被推上位的少年，而是真正开始握住一点王者气的皇帝。哪怕只是小小一段路程，他也学会在颠簸的马车里拟旨，在露宿帐篷里批文，在野营火光下听臣。他像是在流亡中重新完成了一次皇位试炼。但董卓并非迟钝之人，他很快觉察出刘协正在变重。起初只是一两位官员愿意绕过李儒直接请示皇帝，接着越来越多的地方绅士要求直接奉旨，再后来竟有人暗中传出拥护天子父权的文书。董卓冷笑，一只没牙的猫也能当老虎。但他已意识到，刘协已非3年前那个任人摆布的小孩。他也想过直接废掉刘协，但李儒劝他，废帝不可轻动，民心在彼，一动即乱。于是董卓换了策略，他命人在迁徙队伍之外暗中安排副线，准备另立新君。他物色了另一个宗室远之少年，说要力更清白之人，但计划刚起头就被刘协知悉。他没有反应，没有出诏反对，只在一次公开宴会上亲自斟酒敬董卓一杯，低声说：今日之喜，愿永不分桌。这句话听似平和，却在席上掀起波澜。
他传递的意思太明确。我知道你另有谋划，但我仍给你面子，现在看你怎么接。董卓愣了愣，然后笑着干杯。但那一夜之后，他撤了换地的打算，因为他明白，一旦动刘协，就是与整个信天子的体系为敌。他可以杀臣，可以烧城，可以迁都，但唯独不能再随便换皇帝了，因为刘协已不再是一个可替代者，他的存在已经变成朝廷正统最后的接口。谁动他，谁就是乱臣贼子。刘协很清楚这一点，他继续在朝会上做那个听话皇帝，可暗地里他命人绘制了西迁图中所有驿站、关口、兵力分布图。他建立起由工人、书吏组成的小型情报团，专门记录地方民意波动。他甚至在流亡途中重开太学，让一批流亡士子得以继续讲学。他不问朝政大事，却牢牢把握国之骨架，礼、学、文、民。而这股暗流最终在抵达安邑时爆发。那天夜里，有传令兵疾驰入营，说关东联军兵锋逼近，已到华阴，朝臣哗然。董卓紧急召集会议，主张再迁，准备弃安邑继续向西。可刘协却在这次会议上突然发声：迁则乱，避则丧，国若不定，朕亦不动。这是他第一次在众臣面前正面驳回董卓之命。全场一时寂静，所有人都等着看董卓的脸色。可董卓只是盯着他，盯了很久，然后咬牙说：陛下之志，臣等佩服。这个臣等佩服不是服，是让。董卓此刻虽然还坐在高位，却开始意识到，皇帝的意志已经不是他能随便压住的了。一个少年皇帝硬是在逃亡、颠沛、逼迫之中长出了自己的脊梁。刘协没再说话，他站起身，向所有人微微一揖，说：汉室未亡。这4个字不是宣言，是底气。皇位之争在东汉末年从来都不是一纸诏书能说清的事。刘辩已死，刘协已登基，但这场谁才是真正的天子博弈，其实才刚刚到达高潮。你看，历史最复杂的地方不在于谁输了，而在于输了的那个人有没有留下正统印记，而赢的人有没有办法堵住天下的嘴。刘协从登基那天起就一直被这个问题追着走。他不是光明正大被立，而是被说是。于是所有人都在私下问一句：那位先死的刘辩是否才是皇帝？这种问法哪怕藏在酒后，藏在客栈，藏在乡书里，都会像一滴墨慢慢晕开。尤其是在金印之事传遍天下之后，局面更加尴尬。那块被孙坚挖出的印玺，正是先帝赐太子的信物，非宫廷制印所能伪造。他的出现等于让天下人意识到，原来刘辩是被立过的。虽然没有公开诏书，但宫中确实存在那份册封的懿旨。于是问题来了，现在这位坐在皇位上的刘协，是不是名不正言不顺？不止百姓问，士大夫问，就连身边的文官都不敢正面提他的庙号，转而私下称他少帝，而不是皇帝。这是最诛心的质疑，不是废你，而是从称呼上让你慢慢变边角角色。刘协当然知晓这些风言风语，他没有下令封口，没有强压流传，更没有去抹除刘辩的痕迹。他做了另一件事，他把刘辩写进了自己的诏书。在一次赈灾下诏中，他亲笔写下：西弘农怀王，早成国恩，奈何天不假年，朕今继其业，欲思旧情。这一段字一出，舆论风向瞬间倒转。
他不是掩盖刘辩，而是主动把刘辩拉出来证明，不是怕别人提，而是主动承认我弟兄传承皆为汉脉，你质疑我就是质疑大汉。这是典型的消解质疑法，不是堵嘴，而是顺势包容，然后用情感去反转立场。他用兄终弟及的说法，巧妙化解了太子之争留下的历史裂痕。这一招极其高明，也极其温情。天下士族开始动容，许多原本迟疑态度的官员纷纷表态：天子仁厚，能思先人，其位虽继，其德乃先。这话看起来像恭维，其实是默认。刘协继位合情，合不合理先不讨论，合不合情大家愿意接受了。而更关键的是，刘协开始对谁是正统这件事进行制度上的收尾。他亲自主持修订大统令，重写储君册立流程，增加必须有群臣议表、三公复核、御史录存3道程序。看似是制度升级，实则是在告诉所有人，我刘协虽非当年那份完美流程下立的皇帝，但我现在开始，所有天子的确立必须走制度，等于把自己的起点模糊掉，把自己定为从我开始的新标准。他不是补过去的课，而是抢着做未来的老师。与此同时，他也没放弃对刘辩的悼念。他在宫中设了弘农堂，定期祭拜，并邀请文臣以顾太子事迹为题写诗作画。一幅《太子骑路图》被挂入太学，引得诸生肃然。他不是在造神，而是在说，我不怕你们怀念他，我也是他亲人。这种以亲情包装合法性的策略，让原本想挑事的人也哑口无言，因为他不是在遮掩，而是在举高。你还想挑刺，反倒成了挑衅兄弟情。不过舆论平息是一回事，政治现实又是另一回事。董卓虽死，局势依旧四分五裂，各地诸侯依然在打着清君侧、扶天子的旗号，各自为战。可问题是，没人真来扶，只是一边打仗一边说自己是为了皇帝。刘协一纸诏书下去，动不了他们的兵。他一句话说出去，最多得到几个表忠心的奏折，然后就石沉大海。这是最讽刺的地方。他已经成为被认可的皇帝，却依旧不是能发号施令的那位。于是他换了方法，他不再强求他们听命，而是改写诏书逻辑。过去的诏书是命令语气，现在他转成劝诫口吻。他不说着令，而说愿卿慎之。他不再高高在上，而是用正文开头，像在向诸侯请教、分享、提醒。这种姿态看似卑微，实则是策略。你不听朕号令，那朕就变成你尊敬的弟弟，你敬佩的宗亲。你是诸侯，朕是族主，你敢不敬？这招是他自创的软实力皇诏，在混乱的割据时代反而更有效。而这些软诏开始生效，第一位响应的是荆州牧刘表。他不是主战派，更不是夺位派，看到刘协如此谦逊，反而写了一封长信回宫，说当今少主守礼至德，吾虽远隔千里，亦愿遣子入仕天庭。这封信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引来益州牧刘焉、凉州段威、河东张扬等人纷纷致书称愿奉正朔。这不是朝贡，而是承认你是皇帝。你看，皇帝有时候不是打出来的，而是被说回来的。可也有例外，比如袁绍，他最烦的就是刘协那副温吞皇帝样。他觉得这孩子拿不起刀，如何称王？于是干脆自己拥立了另一个假天子刘虞，宗室远支，年长有声望，被袁氏奉为真命天子。这一下
历史又拐了个弯儿。真假天子的故事第2季开播，刘协一夜之间多了个竞争对手。可这一次，他不再沉默，他亲自拟诏，点名袁绍，背叛宗挑，自立易主，并向天下昭示：朕之登位，虽非旧礼，然承先帝之仪，蒙万民之托，舍朕而责，非义也。这句话的分量不在语气，而在自述正统的勇气。他第一次正面回应自己的出身争议，第一次对全天下说：是，我不是最标准的那一位，但我是那一个被保留下来，走到今天还在思考未来的皇帝。他用的是事实，而不是血统；他给的是逻辑，而不是悲情。他不再把自己说成是幸运儿，而是坚持者。这时候，百姓的态度开始转变。原本觉得这皇帝弱、软、低调，现在反而觉得他可敬。就连原本摇摆不定的曹操，也开始频频向宫中送表，说天子人民，操愿为驱驰之臣。这句驱驰后来就变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前奏。可在刘协听来，却是那年他在永安宫被软禁时梦都不敢梦的一句话。他不是被废的太子，却要用一生去修复废太子的空缺；他不是被俘的皇帝，却要用自己稳住千年汉统的脸面。他的一切起点都是灰色，却走出了不容忽视的光亮。东汉末年，权臣当道，军阀割据，可真正能左右生死的，往往不是持剑的人，而是执笔的人。李儒就是那根笔，他不属于任何门阀士族，也不曾以忠臣之姿流芳史册，却凭一纸纸文书，在那乱世的中心杀人于无形。刘辩之死是他写的赐死诏，董卓之权是他拟的代天致命书，而刘协的合法性虽未出自他笔，却也因他长期的默认与维护得以勉强存续。他是历史里最隐形的杀手，亦是故事中最重要的叙事人。可就是这样一个李儒，终于走到了选择的十字路口。董卓死后，朝廷表面上回归正规，但实际上局势更乱了。每一股势力都打着尊王的名号争地盘，可谁都知道皇帝仍然没有实权。刘协每日上朝读诏批文，主持典礼，人人行礼，却无人听命。他像个宫廷摆设，被架在龙椅上，接受诸侯们遥遥喊话，左一句奉天子以令不臣，右一句待皇命行天讨。他已经不再是个可疑皇帝，而是被公认的可利用皇帝。但李儒知道，刘协不再甘于被利用了。他这几年静静积累，稳稳布局，已经不只是自保，而是伺机。他不挑战任何势力，却也不给任何人垄断民意的机会。他维持着制度的壳子，填满了自己的魂。他知道别人都想要天子名义，可只有他能随时给，也能随时收。他成了皇位最敏感的机关，谁想动这个虚权，就必须先过他这一关。而李儒成了守门人，问题是他该不该继续守下去？有一次，刘协在偏殿召见他，只问了一句话：先生可曾后悔？李儒沉默良久，才答：回我笔出太快，不曾细看人心。这句话说得很轻，却承认了他亲笔拟定刘辩赐死令的那一刻，是他此生最沉重的一笔。不是因为那诏书内容，而是因为他写那封信时没认真想过那个少年到底值不值得死。那是一种机械的杀意，一种政治执行者的冷漠。他执行的是命令，却错过了一个可能更好的未来。刘协点头，没有责备。他说：既往不咎，但愿先生不再执笔杀人。这句话是提醒，也是命令。李儒听懂了，他从那日起
不再起草任何生死文书，所有涉及废立、诛杀、赐死的奏表，一律交由尚书台自行裁定。他开始只负责朝议记录、诏书格式，像是慢慢在还清自己的罪，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软弱了。相反，他变得更精准、更老练。他开始劝皇帝少言而行，也开始暗中劝阻曹操勿轻易借名，因为他知道最大的杀意不在刀下，而在造供时。当一个人能让天下人都相信某人该死，那就不需要动手了。刘辩之死是天下默许，刘协能活是天下接受，而李儒现在要做的就是确保这个天下的共识别再被人随便篡改。但改变总在悄无声息中发生。曹操入京后，迅速架空中枢，控制宫门。他对外宣称奉天子以令不臣，对内则日夜加派亲兵入宫，连刘协每日起居都有人跟随。他在宫中设宣德司，专门监控皇帝笔墨，并以谨慎文书为名，要亲自过目每一道诏书。这招直指李儒，因为他知道谁写诏书，谁就拥有定义战争的话语权。李儒不再沉默，他主动请辞御史中丞职务，说年迈病重，不堪重任，并推荐一名旧日书吏接任。刘协未留人，只对他说：“先生之笔，朕记一生。”李儒行至殿门外，忽然回头看了皇帝很久，然后叩首3下。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行3叩之礼，不为职位，只为自己曾经选择的那个天命。离宫后不久，他回乡隐居，10余年后卒于书屋之中。终其一生，他从未再入朝，却一直保持与宫中的一直往来。那些信内容不长，多是风雨几时止，书卷仍可读。这类话语看似无用，却每次都能准确出现在皇帝最动摇的时候。刘协曾在太子宫案牍中留下一笔：李生不再执笔，却仍持武魂。李儒的离去并不意味着杀机的终结，反而是合法性斗争的第2阶段开局。此后，越来越多文官开始重新争夺解释权，谁有权定义诏书？谁决定谁的行为是忠是逆？谁决定皇帝的每一个动作代表什么？这种争夺不再以刀见血，却足以断人生死。而在这种文字权力的博弈中，刘协成为唯一一位能左右局势的象征。他不再需要动刀，而是用沉默、点头、据笔这些细微动作，决定整场战争是否正当。最典型的一次，就是曹操欲讨伐刘表，拟诏出师，却迟迟等不到皇帝的亲笔御批。刘协只是挂起，一纸空白，无字，不签，不批。曹操怒，问其意。刘协只说：“无语者，未可定义。”这句话不是反对，而是不表态，即否决。从那一刻开始，所有人都明白，皇帝仍旧无兵，但有了否决权。他是天子，不需要自己说服天下，而是用是否发生决定，谁有资格说话。而这种力量，恰恰是李儒临去前交给他的，谁定义叙述，谁就是故事的主角。李儒不在了，但他的方式、他的笔、他的标准，被刘协悄悄继承了。东汉末年的朝堂，最荒唐的景象，不是权臣当道，而是众王侯列将口口声声称奉天子之命，转头却各自为政。明面上人人自称臣，暗地里个个都想当主。而奇怪的是，这一切的合法外衣，居然没有一个人真的撕破。他们都还需要那个坐在长安宫里的刘协。他们不信他，却又不能没有他。他们不听他的命令，
却一个比一个急着贴上皇帝特许的标签。这就像一场集体扮演的剧本杀，每个人都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玩家，可谁也不肯真正出局。刘协对此心知肚明，他从不相信这些诸侯表面上的忠诚，却也从不主动戳破。他只做2件事：第一，控制诏书；第二，观察谁还愿意跪。凡是请旨而后出兵者，他哪怕知其虚伪，也会给一纸敕令，因为他知道，愿意来请示的，至少还承认皇权的存在，而那些不请示、不通表的，就等着哪天自己出名义打他们。他用的是一种最古老的权术，不求你真服，但要你不能不假装服。典型者曹操，此人表面尊君，实则治军。他自称奉诏秦王，却在朝中设丞相府，大权独揽。他说万事请旨，却将皇宫搬迁至自己营地，名为护驾，实则挟驾。可他始终不废刘协，也不另立新帝，不是出于忠诚，而是深知只有这个汉献帝才能让他出兵名正言顺，招贤不被质疑。朝中百官也默契配合，一边跪拜皇帝，一边朝拜丞相，行的是双轨制，活在一体两面的真实幻想中。刘协没有反抗，他清楚这就是自己现在的价值，不是统治者，而是权力合法性的容器。他只要不倒，谁也不能轻举妄动。他甚至学会了在这种夹缝中倒逼忠诚。比如一次，孙权欲攻荆州，向朝廷请旨，曹操不愿，但又不能明面否决，只能让皇帝持批。刘协干脆3天不批，第4天亲笔写下“天命有常，非朕可专”，意思是你要打仗，别让我背锅。这话一出，孙权只得作罢。曹操更是暗叹，此人沉得住。他就是这样，靠一张嘴不说话，靠一支笔不签名，在巨人之间缝缝补补地活了下来。他没有兵，没有地，没有实权，却用你们都需要我这件事，把自己牢牢钉在龙椅上。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曾怀疑他是假太子的人，反倒一个个在他面前低头，因为他们终于意识到，无论怎么质疑，这个坐在位子上的少年始终没有倒。关中之地，一次祭祖大典，曹操全体将佐陪同，文臣百官齐聚，刘协站于高坛之上，望着百官跪拜，朗声宣读4文。他声音不大，却足够清晰。自太祖开基，至于朕身，天命未决，王业尚在。读罢，群臣3叩。那一刻，他是皇帝，不是符号。他没有号令他们出兵，却让他们出汗；他没有赐他们爵位，却让他们俯首。他终于掌握了无力的力量，就是你再强，也不能说你不听他的。可这种象征皇权并不是稳定的，一旦有人决定另起炉灶，那象征就可能被取代。刘协早有准备，他开始将皇室子孙逐一召回长安，亲自分封册立汉家武王，让自己不再是孤身一地，而是宗室之首。他还设立弘农书馆，召集文人学士修史、编礼、历典，重建汉家文化体系。他明白朝廷可亡，军队可弱，但只要汉文化还在，他这个皇帝就是正统。这也让他赢得了读书人的尊敬。许多地方学子自发上书，请求入太学试讲。南阳、颍川、汝南纷纷遣使请教正典。他成了文化皇帝，不是因为他创立了多少制度，而是因为他给了乱世读书人一个可以依靠的坐标。他不是能打仗的皇帝，但他是能被信任的那一个。史家称之为象征式回归。当所有现实统治都混乱无章时，象征反而变成最有力量的存在。
而这一切在一次突如其来的朝会例序中达到顶点。当时有新任尚书入职，礼仪排序出现争议，是跪向皇帝还是先跪曹操？群臣面面相觑，无人敢动。刘协没有责问，只淡淡一句：“臣子弑君，始终不可议。”10个字把全场按得死死的。曹操当即起身自跪：“臣有愧于心，唯愿陛下不以为耻。”大殿之上，无人敢再改礼节。从此以后，哪怕心里不服，也都要先跪天子，再拜丞相。这是刘协用道理赢回的一次权力制高点。他没有废曹操，却逼得天下承认皇帝仍然在那儿。而更多人开始自觉承认他。地方守将不再私发告示，而是上奏请旨；巡抚行军不敢自立名义，而是刻印，奉汉诏而行。连夜间集会，世人聚谈时也开始避讳献帝称号，改叫天子陛下。这种变化不是一朝一夕，而是10年、15年、20年的累积稳定。他用时间在说服这个国家，你可以不怕我，但不能没有我。而刘协最聪明的一步是永不自夸，他从不在诏书里自称朕英明，朕有德，他只说朕不得，唯愿庶臣纠正。他不自立盛世年号，只沿用建安，意思是希望安定。他越是谦卑，百姓越觉得他仁厚；他越是不吹，文臣越愿意为他歌功颂德。那些年，不知道多少颂文、箴言、宫廷雅歌悄然流行，唱的不是胜利，而是汉天子尚存。他用自己的活着，唤醒了整个乱世对秩序的渴望。你可以不服他，但你不能否认他在。信任是东汉最后一块被反复利用，最终却被彻底掏空的筹码。他一开始是王朝运行的基石，君信臣，臣奉君，民信朝，朝安民。可等到汉末，那些信任全被拿来做工具，外戚用他换权，宦官拿他保命，诸侯借他打仗，文臣靠他求名。谁都说为汉室尽忠，可每一个动作都让这个皇室更形空壳。刘协身为帝王，却是这套信任机制中最没有安全感的一个，因为他每活过一天，就意味着必须重新构筑一次谁信我。他知道，太子之争留下的不是皇位空缺，而是信任系统的崩塌。从刘辩疑似被废，到被赐死，再到他顺利登基，这整套过程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也没人真的在乎他清不清楚。大家要的不是真相，而是能用的理由，而他成了那个最好用的理由。他名分模糊，姿态温顺，控制方便，说实话太完美了，完美到没有任何自我。但他偏偏活了下来，在这套破碎系统中一点点把失落的信任粘起来。他不指望所有人都信他，他只找够用的信。比如当朝廷资金紧缺，赋税混乱时，他不去逼诸侯，而是秘密筹建皇室义仓，命近臣与京城几位大商联合筹款，以天子节俭为名，在京师设粥棚发旧衣。这些救济之举不靠诏书发令，而是靠皇帝亲自过来看的那一下，打通了百姓与皇权之间断掉已久的纽带。有人流泪说，先帝何在，今日始见天子，不是因为他说了什么大道理，而是因为他出现了。他开始频繁出现在非礼制场合，去太学生讲理，去军营慰问伤兵，去百姓家中问柴米，甚至悄悄改了御驾制度，取消了原本16匹马拉的仪仗车，改为只乘2匹快马的青年。他不再高高在上的等人信，而是主动走出去要信。有人劝他皇威不可轻露，他反问：若不露，何来真？
这句何来真成了他一生帝王之道的注脚。他不靠神秘维权，他靠真实立身。而真正的突破是他开始重建传诏系统。过去的天子诏令须经门下省审签，尚书审过稿，百官共同背书，过程繁复，容易被人篡改或压下。他亲自简化程序，设立中诏所，直接向天下各地发送带有天子亲笔批注的小诏文，用于明政、安抚、奖赏。它不具备法律效力，但却成了皇帝亲口发话的象征。一时之间，收到中诏的人比拿到尚书令还激动，连地方老百姓也开始传：得天子亲笔者，家中不慌。这套情感操作极其有效。刘协不是拿权压人，而是用我还活着提醒大家，你们不是在为某个军阀打仗，而是在回应一个皇帝的凝视。他把自己变成一个情绪锚点，让这个国家在裂缝中还有一个能贴心的角落。你可以不相信制度，不相信将军，不相信官吏，但你总得相信皇帝应该善良。这种情绪极具穿透力，尤其是在边地征战频繁、百姓动荡之际，刘协的名字不再是政治口号，而是一种道义的底线。曹操都不得不承认，无可替百官，不可替天子。这不是恭维，而是政治现实。再怎么强横，大家的刀也要找个民意之鞘放进去，而这个鞘叫汉室，叫刘协。可也是在这种表面稳固中，信任再次被戳了个洞。一场小小的流言开始在士大夫间传播。有人说，当年那道立刘协为帝的先帝口诏，其实根本不存在，是张让等宦官杜撰，甚至可能是李如强作。这不是新说法，却因金印事件的热度再次被搬上台面。更可怕的是，有人私下对比早年刘辩册封记录与刘协登基过程，发现完全没有相符一致。于是问题又回来了，这个皇帝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皇帝？刘协没有辩解，他只是下了一道非常平静的诏书：人言若实，朕不敢藏；人言若虚，朕不敢掩。所当者，维持一心，以复万幸。他不否认，不反击，只说我不会藏真相，但我也不会假装自己完美。他把真假太子之争放回了历史的位面，而不是政权位面。他承认那段历史有缝隙，但他更用自己这10余年的执政填补那些缝隙。你要的是正统，我给你结果。你信不信开头，那是你的事。他不是要赢辩论，而是要赢人心。他的沉稳、自持、透明，让那些想利用历史漏洞攻击他的政客失去群众基础。大家反而开始怜惜这个替别人擦屁股的皇帝。你说他是假太子，可他当了这么多年皇帝，从不贪，从不凶，从不骗。那你说谁才是真皇帝？人心的转向就发生在一次次不反应中。他什么都不解释，但你越来越不敢攻击他。这是信任系统最终的重塑。从一开始的血统论，到中期的制度论，再到刘协主导的德行论，他用一个弱皇帝的角色，把所有对皇权的期待重新导回到人格。这是古代政治最危险也是最稳妥的路。危险在于它无形，稳妥在于一旦形成就难以打破。刘协知道，他终究无法重建一个完整的大汉，但他可以撑起一个还能被人信的朝廷。天下人都知道，汉献帝刘协是个活在别人故事里的皇帝。他不是篡位者，却被质疑正统；不是傀儡，却被操纵一生。他没有开疆拓土，也没留下恢宏政绩。他所做的几乎只是维持存在，可这份存在竟顽强到了历史都无法忽视的地步。他成了那个最不被看好却活到最后的牌面。
每一代人都以为他快倒了，可他始终没倒。他不是靠反抗，而是靠等待。他活成了整个汉室残影中的定海神针。可这样一个撑到最后的皇帝，最终还是要谢幕。公元220年，曹操已死，曹丕继位，大权在握。朝堂气氛一夜之间变得陌生，旧人被迁，礼制被改，诏书口吻开始泛起代天理政之意。每个字都不说破，但每个人都知道，那句取而代之的剧本已经翻到最后一页。刘协也知道，他不惊不怒，不惊慌失措，毕竟这一幕他已经演练过无数次。曹丕派出使臣，带着群臣联名奏请，恳请皇帝顺应天命，将皇位禅让于魏王。这是东汉皇帝传位的惯用说法，用词恭敬，实则逼宫。刘协看完奏表，没有立即回复，他只命人在御花园铺开竹席，焚香设案，书写归政于魏诏。3天后，他亲自登坛，身穿素服，头戴平天冠，朗声诵读禅让文。没有悲壮，没有愤怒，只有安静。文中说：朕不得，不能保国，今揽天人之应，知未得之兴，当必位以让。字字平静，句句成形，像是一个知天命的老人在为国家盖棺定论。而台下的曹丕面无表情，只跪而不拜。他不是来请位的，而是来接收的。刘协退位之后，被封为山阳公。封地虽小，但给了他一座静僻的宅院，几名随从，少量典籍和一个名义上的实意。从那天起，他不再被称为陛下，也不再需要每天上朝。曾经围绕他的朝服、礼乐、奏章、伞盖、鼓吹全部撤去，他只剩下一个书桌、一排竹简、一面朝南的窗。可他没有崩溃，没有沉湎，没有疯癫，他只是安静地过日子，种菜、读书、礼佛、写信，有时还带着几个小童抚琴散步。别人笑他太过淡定，他却答：我本不是为帝的人。这句话不是自谦，是清醒。他早已看透当年那句立刘协的话，是真是假已无所谓，重要的是他曾在风雨中守住了一个王朝的最后体面。他没有推翻谁，没有超越谁，但也没有崩塌。他不让汉室死在自己手中，这就够了。史书说他在山阳过得恬淡自如，甚至时常与邻里乡人饮酒作诗。有一次，他在湖边写下2句诗：流年非我意，静水自成文。意思是，时光不属我，但我能在水面上画出一点涟漪。这句话后人解读为，他终其一生只是想在历史这池浑水中留下一点属于自己的印记。晚年，他还有一次见救人之举，曹操旧部张继拜访，他亲自出门迎接，寒暄后只问：你们那时可曾信我是真的皇帝？张继沉默片刻，答：我们信的是您一直都活着。这不是一句讽刺，而是最大的敬意。一个皇帝也许不必伟大，但能活着就足以让这乱世里的人们还有一口气可喘。刘协就是那口气。他在山阳活了14年，公元234年卒，终年53岁，史称山阳公薨，天下皆道。人们不是为一个退位的君王哭，而是在为一个消失的朝代，一个沉默的信仰，一个无声的坚持落幕而感到遗憾。他没有留下太子，没有继承人，因为他知道汉朝从他开始已是无根之木。他来不是为了延续，而是为了收尾，收得体面便是胜利。夜色沉了下来，月光轻轻洒在窗棂，
像刘协晚年府邸里那盏未熄的烛火，静静地照着一个不再被打扰的名字——山阳公。那个在权力边缘活过一生的皇帝，如今也在历史中慢慢沉睡。他没留下丰功伟业，却留下了一个时代最后的温柔。你看，他不是英雄，不是枭雄，不是明君，不是昏主，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少年，被卷入帝国漩涡，然后用尽一生缓缓踩过那片碎石滩。他没有对抗历史，却也没被他吞没。他用我还在回答了千千万万个你还信吗？故事讲完了。你的城市现在几点了？风是不是也停了？窗外有没有星星亮着？就像那年刘协点的那盏灯，一直没有灭。今晚我们讲的是东汉最后的光，是一个少年皇帝的沉默坚持，是一段不喧哗的王朝谢幕。故事不一定有胜利，但可以有尊严。现在呼吸慢一点，眼睛闭上，让这段旧朝的回响慢慢飘远吧。你已经在梦里了，晚安。